如果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命，没关系，你经历的不够，阅历不够，有那种人定胜天的想法，很正常，那是青春赋予你的资本，也是你需要去体验的必然过程。但是如果你过了30岁，乃至35岁，你还是不信命，那不是你多么厉害，而是智慧不够。据我观察周围的人和事，一般到了40岁以后，你不信也得信了，由不得你，因为你发现了太多无能为力的事。你发现自己这一辈子的角色，无非就是在因缘和合中潦草度过。你作为父亲，拼尽全力，却依然无法给孩子和家庭提供你心中理想的生活。你作为子女，眼看父母老去，却被工作与生活缠身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赡养。作为职场人，你可能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，只是浑浑噩噩度日，只为那碎银几两。这时你才恍然大悟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有些事，有些东西，你出生的时候没有，这辈子就真的可能没有了。有人会问，这不就是宣扬宿命论，让人躺平放弃吗？问出这句话，说明你只看到了命的可，没看到运的合。承认命运的存在，不是让你缴械投降，而是让你停止用头撞南墙的愚蠢消耗。这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，首先要看清整个棋盘的布局，哪里是你的死地，哪里是你的活路，哪些棋子是你的助力，哪些是你暂时动不了的障碍。看清这一切，不是为了让你直接认输，而是为了让你在有限的棋盘里走出最精彩的对局。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躺平，记住，人参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善知识难遇，这三者之中，第一难，也是最根本的难，就是得此人参。这得是累劫以来积攒的巨大福报，才能让你暂时脱离三恶道的苦海。这本身就说明你还是有会命的，你的灵魂深处还存着向上攀登的种子。如果你此生投胎到了三恶道，那对不起了，就算佛陀亲临，善知识在你耳边呐喊，你也听不懂，看不见，无法领受。拥有人参，就是你手里最大的底牌和本钱。这个世界是有冰山效应的，我们寻常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，大众本能熟知的，永远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那5%，剩下的95%，那些真正决定你人生走向的巨大冰山，隐藏在天地规律里，社会背景下，人文心思中，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东西。这看不见的95%，就是你的业力、福报、祖因、潜意识模式和时代赋予你的势能。每个人又能由表及里，思考到多少，运用到多少，决定了命运的优化程度。所以看透命是顿悟，活好命是修行。命从来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，
它只会通过一些迹象来提醒你，像一个沉默的引路人，在你生命的各个路口设置不同的路标。老天想给你的东西，连块地费都替你付了。别不信，回头看看你那些稀里糊涂就成了的好事儿，是不是恰好你有想法，贵人就来了，路子就通了。这不是巧合，是命里该你得。你内在的福报银行存款足够，宇宙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，帮你提现了而已。而那些你拼了命去够，却总是差一步，够不着的东西，趁早松手吧。那不是你的菜，强行去摘，要么是苦果，要么根本就是幻想，只会白白耗尽你的心里。7年换个脸，7天换个色，7分钟换个神，人真是被气死的。这句话背后是惊心动魄的能量法则，那些要命的大病根子都在情绪里，烂透了。情绪是什么？它不是虚无缥缈的感受，而是你身体里最真实的能量流。愤怒是灼热的业火，怨恨是阴寒的毒素，恐惧是收缩的能量。它们日复一日地在你身体里冲刷淤堵，最终在最薄弱的脏腑之处显化为疾病。有人会想，那我生了气，及时发泄出来不就好了吗？这是典型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发泄如同将内心的垃圾直接泼向外界，污染了你的关系和磁场，让爱你的人受伤，让恨你的人看笑话。最终这股负能量还是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身上，而憋着呢更不行，那等于在自己家里堆满垃圾，直到腐烂生蛆，病灶丛生。所以养生别光琢磨吃啥喝啥，那是末节。真正的养生养的是你的心量，你的格局，你那点看开看淡的情怀，是学会转化情绪，而不是压抑或发泄。把愤怒的火转化为精进的动力，把悲伤的水化为慈悲的甘露，这才是上等的养心之法。当你看到有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，别劝了，真的，闭嘴就是慈悲，那是他命里该撞的劫，该渡的河。你以为你在拉他，实际上你在干扰他的因果，阻碍他的灵魂功课。他今天不撞这堵墙，明天就会撞上更硬的墙。没有切肤之痛的领悟，都是纸上谈兵。这世界能渡自己的，永远只有自己。衣服少买一件，福气多攒一分；饭少吃一口，寿命可能长一截。老祖宗早就看透了，减衣增福，减食增寿，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？是能量守恒。人的福报总量就像一个蓄电池的电量，你过度追求物质享受，就如同打开了无数个耗电的应用程序，电量会飞速消耗。你买一件非必须的昂贵衣服，消耗的是福报你暴饮暴食，满足口腹之欲，消耗的是脾胃的能量和未来的寿元。
现在的人大多反着来，欲望撑爆了口袋，也压垮了身子。大道至简，活明白了的人都懂，低配生活，高配灵魂。物质上简约，精神上才能丰盛。知足才能让你的福报蓄电池从高速放电模式切换到慢速续航，甚至进入充电模式。记住，贪多嚼不烂，福气也瞎跑，被人排挤，鼓励泼脏水。先别急着炸毛，要是你真在修行的路上，甚至应该偷着乐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阿 Q 精神，是自我安慰，大错特错。这背后是深刻的能量对冲法则。为什么烂事会找上你？根源上讲，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你业力现前，需要借此消业；二是你福报太大，能量太高，亮瞎了那些活在阴暗里的人的眼。就像一束光照进黑暗的角落，必然会搅动起灰尘。嫉妒是弱者的遮羞布，诋毁是无福者的墓志铭。他们蹦跶得越欢，越证明你走在了他们够不着的前头。你的光芒刺痛了他们。记住，有福之人常招人恨，无福之人常恨众生。他们通过攻击你，消耗的不是你的福报，恰恰是他们自己那点可怜的能量。而你若能稳住心神，不与之纠缠，不入其局，那他们的所有攻击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，最终只会让他们自己内伤。你的如如不动就是最高级的防御，也是最快的消业方式。枕边人什么样，就是你修来的镜子，是你业力和福报最直观的显化。福报相当，才能做夫妻。一个有深厚福报的女人，根本不可能走进一个毫无福德的家庭，那叫能量不兼容，连门都进不去。反之，一个无福之人，也绝对摸不到有福之家的门槛。所以，与其抱怨另一半，不如先关起门来，自己照照镜子，问问自己积了多少德，修了多少心。想要一个完美的良配，你得先把自己修成一块能吸引凤凰的福地。梧桐树长好了，凤凰自然会来。那些磁场不匹配，配不上你的人，你根本不用费力去推开，老天会亲自出手，用各种不可思议的因缘替你清场。转运前常伴随着背叛或跌落谷底的经历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先别慌，这往往不是惩罚，而是清扫。老天准备给你一份压轴的大礼，但你的手是满的，你的房间是乱的，根本没地方放，所以他必须先拿走你手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打碎你那些错误的认知，让你经历一次彻底的清空，这样才能把真正的好运给你装进来。这叫否极泰来。记住，最深的绝望后面往往藏着最大的彩蛋。别总想着当救世主，没人开口求你帮忙时，
闭嘴是最大的慈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要去吃，有自己的功课要去完成。苦难是灵魂成长的学费，你非要强行替别人教，等于直接废了他的悟性，让他留级。你把一个茧里的蝴蝶提前剥出来，看似是帮了他，实则是杀了他，因为他没有经历赤蛹化蝶的力量积蓄过程，根本飞不起来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破衣烂衫没人怜。南怀瑾先生早就点破了，第一印象就是你第二次机会的敲门砖。佛法讲相由心生，但也讲法相庄严。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先看皮囊再谈魂，这是娑婆世界的游戏规则。你不必认同，但必须了解。现实就这么骨感，把自己的形象收拾得干净利落得体，这不是虚荣，而是为了避免让狗眼看人低的无谓消耗，浪费你的心力。你的外在形象走在你的能力前面，是对自己内在实力的尊重，也是一种慈悲，不给别人造以貌取人的口业的机会。最后，别硬扛，别硬装，别硬吃那些没必要的苦。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，有活就干好。没苦别硬找，吃苦不等于伟大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智慧不够才需要吃苦。玩乐也不等于堕落，真正的修行是在红尘中打滚，却依然能保持内心的清明和喜悦。人生本无意义，所有的意义都在于体验，在于你身边的那些人，在于你经历的那些事儿，在于每一个当下的鲜活里。做不好就少说，管不住嘴就沉默，省下那些说是非的口舌，也是在积累福报。修一颗随喜赞叹之心，养一份不分别的真慈悲，这才是通透的活法。看透命运是智慧，改变命运是行动。你能悟到多少，决定你能走多远，而你能做到多少，决定好运能否真正落在你身上。大量的证据证明，原来忘自己是有秘诀的。这里有7个能让你越来越旺的秘密，建议你直接照着做，用心去体会。第一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是你的守护神在说话。当你在饭局上感觉到某个人不真诚，尽管他笑得灿烂，当你隐约觉得某一个投资项目不对劲儿，尽管他被吹得天花乱坠，一定要立刻停下来。这就是你的直觉在拉响警报，是你的高我，你的守护灵在给你递纸条。如果这个时候你被头脑的贪婪、恐惧或面子所绑架，不顾一切地违背直觉去行事，那么接下来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将是对你这次背叛的惩罚。大事要清醒，小事可糊涂。直觉是你内心感受到的先兆，是灵魂的雷达，它捕捉到的信息远比你的逻辑大脑更全面、更快速。第二，心念一动，天地改色。一个人他嘴有多毒，命就有多苦。
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是无数过来人用血泪换来的教训。所以不要再反复地去讲你那些苦恼，更不要总是抱怨你的遭遇。这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创造法则。当你去诉苦、抱怨、寻求他人的安慰时，你不仅仅是在说话，你是在用语言和情绪为自己举行一场我很可怜的催眠仪式。你的潜意识会忠实地接收这个指令。主人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很可怜，于是他会指挥你的能量场去吸引更多让你感觉可怜的人和事。不知不觉中，你的身体也会受到这些潜意识的负面影响。cortisol 压力荷尔蒙水平飙升，免疫力就会下降，身体功能就会紊乱，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弱，整个人看起来都灰蒙蒙的。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进行反向催眠，告诉你自己和身边的人，我很好，吃得很好，睡得很好，心情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哪怕你现在并没有那么好，只要你坚持不断地这样说，你就真的会越来越好。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频率的能量场，而你的心念就像一个调频器，一旦你和那些好的频率产生共振，你的整个生活就会被这股高频能量带着，发生好的变化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这是物理法则。第三，越来越好的捷径是立刻开始打扮自己。人可以暂时有霉运，但绝不能有霉相。一个人的运势和你的外在形象真的有直接的关联。言语压君子，衣冠震小人，钱压奴婢手，一压当行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说到底，以貌取人的人还是占大多数。人在大部分的场合里都是先进罗衣后进人，先进皮囊后进魂。形象和能力，它是两条互补的曲线。在你能力还不足以让世界为你闭嘴的时候，你的形象就要走在能力的前面，这能为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轻视，让你把宝贵的精力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当然，等到你的能力足够强大以后，这个事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马云就算天天穿个拖鞋到处溜达，那也照样不影响有人去喊人家金融界的马爸爸。但你现在还不是马云。第四，相由心生，情绪是最高级的化妆品。人的相貌7年一变，人的气色7天一变，人的神韵7分钟一变。所以想让自己更漂亮、更好看，拥有好情绪、好心态才是关键。花是浇死的，人是气死的。大部分的疾病都和你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有关。真正的养生，最重要的不是吃什么名贵的补品，也不是喝什么神奇的水，而是要养好你的格局、你的情绪、你的心态。当你拥有了发自内心的自信，挂在嘴角的微笑，刻在骨子里的教养，哪怕再平凡的相貌，
也能在岁月的打磨中变得闪闪发亮，熠熠生辉。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光芒，任何化妆品都无法比拟。第五，用最朴素的方法平衡你的内在能量。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古老智慧，源自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。你不妨对照一下，一个缺乏自信和行动力，总是感觉内心寒冷的人，应该去试试自己买菜做饭，这叫补火。厨房里的烟火气是人间最温暖的能量。当你专注地切菜、烹饪，看着生的食物在你的手中变为熟的美食，这个创造的过程能瞬间点燃你内心的生命之火，驱散阴霾。一个性格孤僻冷漠、不愿与人交往的人，可以多养一些绿植，多去接触大自然，这叫补木。木代表着生长、舒展、连接。当你照顾一盆植物，看着它发芽、生长，你的心会随之变得柔软。去森林里抱抱大树，感受那种向上的生命力，能疗愈你内心封闭的创伤。一个性格疲惫、精神时刻紧绷、焦虑不安的人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你可以试着自己去阳台或乡下种点菜，这叫补土。土代表着承载、稳定、包容。当你把手插入泥土，你就接通了地气。那一刻，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浮躁都会被大地母亲吸收和转化，让你瞬间感到踏实和安稳。一个性格忧郁、缺乏魄力、做事犹豫不决的人，你可以试着自己去剪剪头发，多做一些精细的手工，比如编织、模型，这叫补金。金代表着收敛、规则、决断。当你用剪刀果断地剪裁，或者专注地完成一件有规则的手工艺品时，你就在训练自己的决断力和专注力，驱散内心的优柔寡断。一个易怒焦躁、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人，可以去练习冥想静坐，或者练习一下书法、抄经，这叫补水。水代表着宁静、智慧、流动。当你静坐观察呼吸，或者一笔一画的书写时，你那颗狂躁的心就像一杯浑浊的水，慢慢沉淀下来，恢复清澈与宁静。第六，你把一生拉长了来看，中年走好运才是最好的，所以40岁以后的好运才是真的好运。少年暴富大多得不配位，心性不稳，福报很容易被迅速挥霍一空，最终落得个一场空。老来的运气是迟来的祝福，但身体可能已经衰败，你也不一定有多少机会和精力去销售了。只有中间这一段，该经历的酸甜苦辣你都经历了，该体验的世事无常你也体验了，你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并且已经熟知了那些底层的运行法则。在这个年纪，你的心智已经成熟，格局已经打开，好运气来了，
你才能接得住，扶得稳，用得好，让它成为你下半生真正的福祉。第七，大运之外，认知决定一切。如果你连续3-5年，事业、感情、人际、家庭各方面都不大顺利，做什么都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着，那么排除一部分人生不可逆转的运势因素之外，剩下的唯一原因就在于你现在的认知和行为出了严重的问题。真正的顿悟从来不是一瞬间产生了什么高维的意识，而是你终于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午后，或者一个失眠的深夜，平静的、诚实的对自己承认：是的，我错了。承认自己的认知是错的，模式是错的，选择是错的。所以想翻身的朋友们，我们要找的不是做什么事儿能让你得到改变，而是你只要真正的改变了自己，你做什么事儿都能成。你一天不承认自己错在哪儿了，就算给你再好的机会，你还是会用旧有的错误模式把它搞砸。只有你的认知和行为被彻底重构了以后，你人生的轨迹才会被真正的重启。你都看到这里了，相信我，大数据是不会乱推的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缘分。当这个信息出现在你面前，说明你内在的改变时机已经成熟。这不仅仅是一篇文章，这是一面镜子，也是一份来自宇宙的邀请函。现在请为你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能量校准，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4个字：越来越好。当您打下这4个字时，请不要把它当成一句简单的口号，这是一个强大的能量宣告。您在向整个宇宙，向您自己的潜意识发出一个清晰无比的指令：从此刻起，我选择与所有美好的、高频的能量共振。我放下过去的怨恨与遗憾，我迎接未来的丰盛与喜悦。想象一下，当成千上万个渴望生命变得更好的灵魂，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发出这个善念时，我们将汇聚成一个多么强大的正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让越来越好不仅仅是一个愿望，而是成为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